最好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方說，我先掙他1個億。10年前，王健林還是中國最風光的企業家之一。可10年之後的今天，他连带擔保又被捲入了金額将近39億元的強制執行。僅僅幾個星期之後啊，萬達又在跟蘇寧易购的訴訟中一審败訴，被判支付17.47億元。很多人呢把萬達今天的困境歸咎於王健林後來的激進併購和对赌協議。當然了，這些都是重要原因。但在真正的債務危機爆發之前，王健林其實早就在最風光的时候給自己埋下了命運的伏筆。事情還要從2015年10月份開始講起。當時王健林作為首位登上哈佛公開課的中國企業家，在採訪中呢分享了萬達集团的跨國收購和企業轉型經驗。那大家就爭着搶着報名啊，當時听众的數量還創下了哈佛公開課的記錄。但在聊天的過程中啊，主持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Another question which may be a little controversial, right? And you can decide if you want to answer, but I 这主持人倒也直接，他問的內容是萬達之所以能如此快速擴張，根據媒體報道說是因為背後的政治關係。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other leaders are, or relatives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other leaders are Wanda shareholders. Do you care to comment on that? 甚至連習近平主席和其他領導人的親屬都曾經是萬達的股東。按照中國外交部的傳統回答方法，一句境外勢力造謠抹黑，不予評價就完了。我不知道這篇報道有什麼事實依據，但除了一些捕風捉影、揣測炒作的言論外，沒有任何的事實和證據。可王健林非要耍點小聰明，就想借機拍一下習總書記的馬屁。我看了你這個面相挺老實的。但是啊，但是沒想到你這個還挺狠的啊，還挺狠。不過既然你已經這麼問了，那當着學生的面我也就回答你啊。2點，第一，萬達沒有背景。我來跟你說說這個事情的真相。2009年大概7月或者8月吧。我們萬達旗下有一個公司叫萬達商業地產，當時為了解決資金籌資，就搞了一個股權的私募。當時委託了中國當時最大的2家券商，叫銀河證券和中金證券，來替我們去尋找這個投資人。大概可能前後談了70、80家公司，最後還是忽悠到了10幾家公司進來。這個其中就包括了習主席的這個姐夫叫鄧先生啊，他的這個叫秦川大地公司，也入股了，但是呢，他是和當時的比方說進來那一批股東，比方中國建設銀行、投資公司叫建銀國際，還有什麼這個中國泛海，像什麼巨人集团等等等等，這10幾個公司是一批的價格，同樣價格，一批進來的，所以說這個首先這個購買的價格就是市場化的，也是買了以後我們才了解到的。這個買了完以後呢，2009年買完以後，一直6年時間，因為中國政府這個政策限制原因，這個公司遲遲沒有上市，一直到2014年，就去年12月份才在香港掛牌。但是就在掛牌前、公開上市前的2個月，鄧先生把他的公司以比較低的價格就轉讓，其實，他是犧牲了巨大利益的。你想，正常價格購買的，又是正常公開上市，能夠獲得巨大利益而放棄，我想他應該是受到了某種的影響或者壓力。這件事情呢，我覺得恰恰證明的不是腐敗，恰恰證明了是習總書記的治國嚴、治家更嚴的這個風格。這個回答之後，台下掌聲雷動。很明顯，王健林對自己的回答很是滿意，想着終於替領導擋了一回槍，還在沾沾自喜。這消息啊，在網上很快就鋪天蓋地的傳開了。各大媒體都在報道這件事兒，
可消息也就持續了幾個小時，很快就被封杀了，各大網站的转載也被清理得干干淨淨。但为什么王健林只是拍个马屁，却闹出这么大动静呢？其實這種商政家族的利益模式本來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兒。一個家族分成兩派，部分成員進入政治領域積累影響力，另外一部分成員進入商業領域，把這種影響力變現。這種事兒啊，老百姓沒必要也沒辦法質問，當事人更不會主動站出來承認。可王健林這一番操作，相當於是把習總書記的家底兒翻出來了。不光承認了商政家族的事實，他還把整個流程，包括入股時間、金額、經手券商、退出年份，從頭到尾給背了一遍。現在回看時間線，萬達2014年上市的時間，正是習總書記高舉反腐大旗的時候。就在這節骨眼上，要是被人發現自己家裡人靠萬達上市發大財，那這位置哪還穩得住啊？所以上市前2個月轉讓股票，這波操作完全屬於棄車保帥，哪怕是賠錢也得把這資產切割出去。所以這事兒本來被捂得好好的，結果王健林這一個馬屁，直接把這事兒給拍出來了。而且隨着事情的發酵，更多的消息也被挖了出來。寫一個報道關於習近平的家族的這個財產。在這個報道當中，有一個小部分，就是也是關於萬達，說，哎呀，有一個北京的公司以前的法定代表也是鄧家貴，是齊巧巧，就是習近平的姐姐的丈夫。根據《紐約時報》記者傅才德的說法，齊巧巧和她的丈夫鄧家貴在2013年10月8號把這些股權轉讓了出去，但這個新股東是徐再盛，是一名已經在齊巧巧和鄧家貴公司裡工作了15年的員工，所以這其中的聯繫啊，相信大家心裡也都明白。不光如此，用《紐約時報》的話說，王健林的公開講話其實相當於給外界開了一個窗口，讓人們能看到中國有權有勢的這些人啊，是可以把股權在名義上轉給別人的，然後讓自己變成幕後的實際股東。然後我們發現有其他的這些家庭比較重要的，比如說嘉慶明也有所以我覺得，而且我們在報道當中也是發現王兆國的家庭也有，還有一個溫家寶的這個女兒。但話說回來，如果只有這一件事兒，倒也不至於大驚小怪。主要呢是王健林這一句話，不光把習總書記家底兒給翻出來了，還讓人順着思路翻出這麼多事兒。而且早在2012年的時候，彭博社就報道過相關的內容。他們根據公開的公司資料和監管文件，查到了習家大部分資產都是由姐姐齊巧巧和姐夫鄧家貴，還有他們的女兒張雁南持有。其中張雁南在2009年用1.5億港幣買了香港的淺水灣一處別墅，在被報道出來的這個時候呢，當時的價格已經比他買的時候上漲了60%，而且他還同時持有香港匯景閣的另外4套豪華住宅。齊巧巧和鄧家貴在北京還參與了名為官園的高端住宅項目，有2人的元威投資公司持有70%股份作為開發商，項目面向官園和國有企業高管等高收入群體。還有鄧家貴控制的上海望潮投資公司，在2008年的時候花費4.5億人民幣買下了一家國有稀土企業的30%股權。這之後的沒多長時間，中國立馬收緊了稀土生產和出口，讓稀土在價格當年上漲了超過4倍。還有他另外一位姐夫吳龍也被報道與另外一家通信公司有關，該公司通過中國移動獲得了數億元的合同，並且在2007年的一次設備招標中擊敗了摩托羅拉等當時的很成熟的企業。受訪行業人士形容，這就是一家突然出現的頂端的無名公司。這些信息啊，當時其實都屬於一家之言，不至於作為充足證據得出什麼結論。可就老王這一番自詡比外交部還機靈的發言，就坐實了這些事兒的存在，也大大的增加了這些推測的真實性。早在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以前，他就在幹部大會上鄭重的公開表態，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打着他的旗號謀私利。據說啊，他還放出狠話，不能在我工作的地方從事任何商業行為，不能打着我的旗號辦任何事兒，否則別怪我六親不認。甚至彭博社在這篇文章的開頭也提到了這句話。雖然說這些事兒並不是他本人所為，彭博社呢也表明確實他本人名下沒有任何資產和商業行為，但就是說老王這個馬屁也算得上是一巴掌打着麻子臉，處處敲在點子上。
在這之後，萬達並沒有因此停止擴張，王健林也没有因為這次的事兒呢有所收斂，反而又一次在紅線邊緣游走。公司上市之後，事業风生水起的時候，在2016年1月，萬達以35億美元控股了美國傳奇影業。萬達海外收購常見的融資邏輯是利用境內資產和集团信用獲得融資，再將資金用於收購美國的電影、酒店和娛樂資產。這種手法說白了就是把它在國內的資產抵押給銀行，把人民幣換成美金，在美國買。但這個時間點也就是2016年前後，正是中國開始收緊資本跨境流动和資產轉移的政策的时候。這一番操作呀，又精準地踩中了當今圣上的紅線，又加上他當時在哈佛時候的發言，海外投資，其真正的結果確實就是資產的轉移，或者說是資產在海外的新增。這事兒大概率啊，在高層眼裡，這會兒王健林呢就相當於一顆定時炸彈，保不齊什麼時候又會口無遮攔。所以轉過年來，到了2017年的時候，中國銀監會突然要求各家銀行排查萬達集團的境外融資情況，銀行不再提供貸款，萬達的部分海外併購融資被叫停，銀行也開始評估萬達的整體信用風險。萬達本身就是靠着資產抵押、銀行信用和持續融資實現高速擴張的集团，這一番操作等於直接切斷了萬達的現金流，再加上高額的有息負債，讓王健林不得不斷臂求生。僅1個月之後，便上演了世紀大甩賣，以637.5億出售了77家酒店和13個文旅項目。之後的幾年裡啊，王健林一直在通過出售資產、引入投資者和讓出股權的方式，試圖化解萬達的債務壓力，但都無濟於事。視頻開頭提到的永輝追債案，源於2023年的一筆萬達股權轉讓。接手股份的大連裕錦沒有按照合同協議支付剩餘款項，而王健林因為提供的连帶責任擔保，如今可能面臨將近39億的強制執行。2026年的6月底，法院又做出了一審判決，要求萬達向蘇寧易购支付17.47億的剩余款项和相应損失。這些債務會不會成為壓垮萬達的最後一根稻草，現在還沒人知道。王健林最終會走到哪一步，我們也不能過早的下結論。但回頭看萬達過去的10年經歷，可以發現，一個商業帝國能走多遠，看的從來不只是創始人的能力，還取決於他對債務、政策和權力邊界的判斷。王健林不是不懂生意，恰恰相反，他肯定比絕大多數人都懂得如何利用資本快速擴張。但最後改變的可能不是王健林的能力，而是整個棋盤的規則。在這張棋盤上，企業家可能成為最強的棋子，卻很難成為規則的制定人。這或許就是曾經的世界首富在黃昏時候給大家留下的最後思考。感謝大家觀看本期視頻，咱們下期再見。